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战国传承2代》。前一阵子给大家录制了初代，初代出品于1991年，2代出品于1993。初代的素质大家也都看到了呀，但是2代的游戏品质比初代有了很大的进步。尤其是打击感，还有主人公攻击的判定，不像是初代，攻击放出去之后，判定不是很明确，玩家一路可能都玩得稀里糊涂。2代加入了一个重攻击的动作，它是一个单独的按键，并且2个攻击键按住的话，人物可以进行防御。防御算是本作的一个核心技能了，它不仅可以防御敌方的攻击，而且可以把敌方的一些攻击道具进行反弹。初代里边，咱们如果想使用武器，是需要捡到这些玉的，但是2代武器就藏在手里了。这样的话，感觉主人公的战斗力又提升了一个档次。2代里边捡到玉的话，就是给你增加攻击的特效，会出现刀光。虽然主人公得到了加强，但是2代仍然是一款非常硬核的游戏。人物的血量只有6滴血，被 BOSS 打中一下就要掉2滴血，所以容错率比较低。像刚才打的这种穿着铠甲的武士，算是本作的精英怪，游戏当中会出现很多。跟他们打的时候就要小心，因为他们打你一下的话就掉2滴血。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变身系统，仍然是有3个变身，分别是忍者麦克、人犬雾丸，还有鸦天狗。这里给大家演示的就是忍者麦克，他的跳跃攻击可以利用敌人进行弹墙跳，攻击的动作也比较快。2代的变身仍然是有时间限制的，60秒。相比较来说，除了一些特别的场景，你需要特别的角色，用特别的招式或者是特别的打法。那游戏的大部分流程当中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用主人公的。2代每一关的流程都比较长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定。其实大部分的关卡中间都是有 BOSS 战的，有些 BOSS 你看起来不是小 BOSS， 不过打完了之后，这个关卡仍然继续，这样就导致了每关流程都很长。虽然只有4关，但是没有半个小时根本打不完。我通关这款游戏要在半个小时以上。这里就是第1关的 BOSS 战了。BOSS 是2个阶段，第1个阶段非常好打，他跳跃之后下来的时候，你用攻击来接他就可以。砍几刀之后，就会进入2阶段。2阶段如果距离的远，它会向你发射3个火球，
这3个火球是可以反弹的，反弹回去之后会对 BOSS 本体造成伤害。但是这里要注意，咱们最好是反弹最后一个火球，因为咱们的防御短时间之内只能防御1次，如果再遭受第2次攻击，就会被打崩。这个 BOSS 是被反弹致死啊，可以说是输给了自己。第2关来到了1940几年，为什么又会有时空穿越的现象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，又是在11区的战国时代，157几年，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大名，非常有野心。他复活了亡灵，不仅想要统治战国时代，也想要统治未来。这样有一位公主，就在未来召唤了2位勇士，克劳德和杰克。召唤的时候，克劳德和杰克正在酒吧的门口。受到召唤之后，2位主人公就来到了公主的面前，并且一路过关斩将，击败了有野心的大明和他背后的魔王。这里为什么又来到了1940几年呢？因为这个有野心的大明在1940几年找到了一个将军进行联手，所以这位将军是谁，大家心里也应该有数。至于这个有野心的大明呢，肯定又是信长了。至于那位公主，可能是信长的妹妹阿市，因为157几年的时候，信长逐步的撕破了信长包围网，并且流放了足利义昭，结束了室町幕府，所以这和游戏的背景也非常符合。这场 BOSS 战看起来可以作为关底的 BOSS 战，使用鸦天狗的蓄力攻击会好一点。这个蓄力攻击出去和回来都有攻击判定，所以可以打的 BOSS 还不了手。不过这里还不是本关的首关 BOSS， 我觉得以现在的 BOSS 强度，还有造型，以及关卡目前所耗费的时间，完全可以把本关分成2关。这样的话，关卡多了，过关之后，玩家还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。关卡长的话，游戏的难度就会上升。而且作为一款动作游戏，只有4关，虽然每关的长度比较长，但还是感觉有点说不过去啊。我的蓄力攻击还是很强的，不过要找使用的时机。像现在这种敌人，他会跑上来砍你，咱们蓄力的时候就要小心了。满血的状态，最多给你犯3次错误的机会。刚才出现的那个家伙就是和信长联手的将军，我砍了他几刀，他跑了呀。这里是一段马战，整个游戏当中马战出现的
次数大概是3次，每次面对的敌人略有不同。AB 的话，你可以俯下身子。现在的轻攻击还有重攻击，就是向前砍和向后砍。我是比较理解做这样版面的目的，它是为了丰富游戏的内容，但是还是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因为整个版面也就30秒左右，30秒啊，够谁玩啊？所以这个创意不错，但是在实际制作版面的过程当中，没有完全发挥出马战的魅力。当然了，我还是喜欢平时没有马的状态。目前咱们还是在第2关。这款游戏一个关卡打10分钟是很正常的。在整个的流程当中，你要犯非常少的错误。血量看着是6滴，但实际上和纸糊的一样。有的时候一个不小心被敌方 A 了2下，马上就是濒死的状态了。和小兵战斗的时候也要小心，一定要严格的执行对付每种杂兵时候的特定方法。这就是硬派动作游戏的特点，少犯错，打特定的敌人用特定的打法，而且要全程一丝不苟的执行。大家想一下，玩魔界村的时候打红魔鬼是怎样打？就是向他的反方向跳跃，然后回身不断的攻击。拼刀的危险性比初代要小很多了。初代拼刀我经常拼输啊。2代的话，至少是一个不分胜负的结局。拿斧子这个家伙太抗砍了呀！我近身是用了几下轻斩，感觉不疼不痒。第2关的 BOSS 战了，这里打的是九尾狐，还有人犬8房。我也把狗子召唤出来，放一下蓄力。蓄力的话像是一个召唤术。这招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跟踪的攻击，咱们的走位可以更灵活一点。九尾狐来了，使用重攻击可以对它连续造成伤害，轻攻击也可以。但是轻攻击 BOSS 的硬直就比较短了。咱们打的时候输出就要频繁一点，这样第2关终于是过了呀。第3关来到了1990几年，大家要注意啊，1990几年不是所谓的30年前，这款游戏发售的时间是1993，所以它的1990几就是现在的意思。这个真的太快了呀！1993到现在30年，所以做游戏的话，不要轻易的设定时间。当时玩的话，可能感觉没什么；年头多了呢，你就感觉有点怪了。
咱们平心而论，本作的游戏素质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是一款中规中矩的老派动作游戏。不过可能是受到了初代的口碑拖累，二代发售之后很长时间，这个系列都没有发售新作。等再有新作，就已经是8年之后的事情了，并且《战国传承3代》是换了引擎的，完全就做成了一款卡普空式的2D 轻版动作游戏。3代的素质也是3作里边最高的。打击感非常强，玩家可以组合出很多独特的连续技。不过对于80后的玩家来说，尤其是早年就接触街机游戏的小伙伴，2代可能更加有童年的味道。这个家伙不能忍啊！他刚才是不是想抢走一个妹子？这种行为必须要对他进行打击，太过分了呀！放着我来。这里又是进行一场 BOSS 战，这个 BOSS 就是第一关 BOSS 的2形态。躲他的火球，要注意节奏。等他发射了，咱们就进行歪轴移动。第一关 BOSS 的1形态也没有浪费，之前咱们也遭遇了几次，以精英怪的形式登场。感觉这里出场比第一关关底的时候要抗打呀。这一下没躲开，躲晚了呀。这个 BOSS 打完，本期时间也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